如何预测台湾地区的地震地线、云彩、月色、台风？预测24小时内地震系列，怕忘记，都是想到什么赶紧先记录什么。首先说一个很灵的方法，由于台湾地区地形有它的特殊性，它的地震预兆也是很特别的。地线预测法经长期观测注意到，只要广东地区有地线的新闻出现，台湾24小时内必然会发生地震，无论大小，一定会有。想验证的话，可以上网随便搜一下台湾地震和广东地线新闻，一般都能对得上。规律就是，台湾地震前24小时内，广东地区总有地线现象发生。除非人家厌烦了这种新闻，新闻里根本就不报道，或者为了形象而封锁消息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但凡是有报道的，基本都能对得上，比鱼跳鸟飞那种预兆准多了。所以时间多的朋友，可以不厌其烦的在网上搜索地线新闻，一旦发现广东地区有地线，基本上就能确定台湾24小时内就要地震了。注意的是，所谓的地线是天然地线，不能是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地线，例如自来水管爆裂冲出的地线，或者水泥质量太差造成的塌方，这种不算。像鱼塘突然水干了，野地或者城市道路和地上突然有大坑，明显不是豆腐渣工程造成的那种，水井突然浑浊冒气，都可以归入广义的地线概念。这是大震之前，大自然用轻微的晃动给人类的提示。用稍微科学一点的术语来解释，就是液态化的地区开始提前下线了，而晃动的源头就在台湾附近。这个液态化的地区不是固定的不变的，也许这次在这里出现，然后它的形态被破坏了，就不存在了，而其他地方下了场雨，或者地下水或者鱼塘水库透水，某个地点达到液态化的程度，就成为下一次的预报点，这也是能说得过去的。至于为什么一定是广东地线台湾随后会地震，那涉及到地层的结构，这里不想展开讲，否则太复杂了。而且预测原理和方法在上一个视频里已经说过了，可以用从一个原点拉线条的方式来预测地震的落点和方向。用同样的方法可以预测日本、俄罗斯的地震，甚至欧洲一些国家的地震也能用这种方法画出来。记不得方法的，请回去看详细介绍原理的上一个视频，这里不赘述了。云彩预测法怎么说呢？在我这里江边有一个路口，站在路口的人行道上，有一座庙，它的顶部正好朝向台湾方向。只要上面大约30度的地方出现鱼鳞状云或者向上发散的筷子云、断层云，台湾一般24小时内也会发生地震。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好学习，因为参考点要找得很准。原理在上一个视频里也介绍过了，这里放几张详细的图片，但愿分辨率还行。当然了，这种预测法也是可以反复验证的，偶尔一次才灵的就不能称之为科学了。月色预测法这个是最近发现的，如果地层裂开，会有一些能量粒子从地壳断层里面冲上天际，这时天上应该能看到向上发散的筷子云。当这种云出现的时候，一般只剩下几个钟可以准备了。这是可以看见云的情况下进行的判断。如果是夜晚，只能借助天上的自然光来判断。像刚才说那种状况，如果透过粒子集中的区域去看月亮，一般能看到比平常要昏黄得多的颜色，甚至会变成红色。所以每当看到新闻里红色满月的时候，就要注意了，一般也是只剩下几个钟了。非常灵验。展开来说，借助天上的光源、光阴也能看出地震的预兆。
白天如果看到日色不对，或者天空云彩的哪个区域颜色不对，也有可能是前面说的那种粒子吸收或者折射引起的。地壳正在用特殊的语言来告诫你，这里准备要裂开了，你们自己小心点，自己仔细观察即可，不必借助什么复杂的仪器。台风预测法，台风是追着地下的岩浆跑的，因为有岩浆的地方会比较热，于是地面会形成低压，于是台风就顺着低压从后面追上来了。用手机打开台风实时轨迹图，就可以看到，台风中心演1-2天后即将到达的地方，往往会被岩浆冲击，发生地震。往往还会发生雪上加霜的事情，就是你们能看到地震后台风再从震区刮过去。所以看看台风实时轨迹图，台风差不多到的时候也要警惕一点吧，地震就在附近了。如果有手机云图，可以看看风的轨迹，一般震心就在气流缓慢上升的圆心旁边，因为地球有自转，所以震心往往不是圆心，而是偏一点。长期观测可知，在雷达图或者风的轨迹图中，气流缓慢上升的区域，结合前面的几种预测法，很容易判定哪里是即将有问题的区域。暂时想到那么多，其他的以后想到了再说。